的，来看一下今天的比赛。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是来自于河池和假冒的一场比赛啊。那么最近的小狼也是拖更了很长时间，其实小狼的这个嫂子啊，已经是很疼了啊。就是这个刚刚呢有一点点恢复吧啊，也是这个没怎么做直播，然后包括做视频呢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不过今天小狼心情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前两天我的嫂子，我的二嫂啊，诞下了一个这个小给我的给我一个这个非常怎么说呢啊，非常尴尬的一个事儿啊。但是大伙不要想歪了，这是真事儿啊，就是说这个我二哥和我二嫂这个生了一个小女孩啊，这个。起个名字居然叫齐格啊！这个可能看直播的人知道这个齐格是什么意思啊？真的叫齐格啊！我觉得啊，好的，可以看到今天这场比赛呢是来自于河池和假冒比赛呢。这场比赛呢，小狼已经是很长时间，好像是并没有解说他俩的吧。然后今天好像这个心情反正是大不同啊，所以说看看这场比赛也是挺有意思。大家会可以细看一下这场比赛呢，有很多让人大伙就是意想不到的这个画面啊，非常的。这个看起来反正是非常的过瘾啊！咱们可以看到第一局，因为两个人呢，这个选的主力呢可能不太一样。河池的主力呢现在只上了2个，另外一个人的龙二并没有呀。What？ 这个我完全没懂啊！其实我跟你讲啊，正常的话，河池应该是他如果不打老 K 的话，他应该是龙巴赫啊或者龙赫巴。但如果要是说打这个其他人的话呢？这个不，如果要是打他俩的话呢，可能现在有时候上大门，有的时候，上那个也有可能不上龙二，反正是这个意思。但是说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次打假冒的时候是选择了上一个猴子。猴子这个人呢，我个人觉得河池应该是完全不太精吧啊，我觉得用猴子的话顶多算一个2线。而这一次他选择用这个组合来打这个假冒呢，不知道是不是要针对对方的加射。因为猴子和这个大猪的话，打七加射还算是有一点点套路啊。好了，那么在我废话的一段时间呢啊，这个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局先后压到角落里的话呢，克里斯也不好办，两个人都属于旋脚炮特别厉害的选手。这个克里斯是跳跃压制和防空压制，然后千鹤呢就是平板压制啊，定点压制，这两个人是在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很多人吐槽说小狼，哎呀，你怎么一天天劲儿的啊？好的，咱们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一下。可以看到啊，抓这个身后的影子，也可以看到加射这个人是，我勒个去啊！假冒高手，我感觉就是有时候他七加射啊，就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有精神病啊，就是你别让他就贴近你，别让他靠近你就直接就粘包赖啊，知道就我们东北话啊，粘包就赖，就吐词儿那种感觉。但是这一局看一下，没有气儿，一颗下手助词。你看这个事儿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啊，所以说刚才呢，其实也可以选择能量闪身，也可以选择钢 CD， 但是这颗气呢是非常重要的。打猴子的时候呢，加设这个人是全场脚长，但猴子人很另类，他在天空中飞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他跳起来呢是比很多人都高，所以说打猴子呢啊，这一定啊就跟打地鼠似的啊，这个你一定要预判，而预判呢就需要自己做出一定的牺牲，如果没有血的话，你看这个对拼，你如果没有血，你想想啊是很悲惨的，而且猴子这人从来就是不缺气啊，在不缺气的情况下呢，他还有很足的爆发啊，治愈能力还不错，哎呀。有机会翻盘，咱们可以看这一次一个钢 CD， 然后前站重腿过来，你可以看到假冒的粘人技术还真是不错啊，在这方面我感觉有点像这个男性玛丽的感觉，可是玛丽粘人呢啊，它有很多种这个则，而这个加射呢就是利用攻击距离加指令头的变态，所以说可以看到第一局呢河池应该说是开了个好头吧啊，千鹤呢是打中打得不错，最终呢是。用猴子收尾，比分1-0。来看这一局，2个8神出场。假冒高手呢啊，你可以看到啊，作为帽哥来讲呢，好的，很多人说小狼你做帽哥比赛怎么一天天没有赢的比赛啊？这个其实也有啊，也有。好了，可以看到何老二这逼都装肿了啊，抓过来。好的，假冒刘真重手葵花30，差一点晕，其实都是一样啊，你看就差那么一点啊，其实他的想法都一样，哎呀，这俩人啊，真是啊，真的啊，他们2个人啊，抱着孩子啊，当天去那个当天回啊，
嘚啦吼嘿吼嘿呀！我就感觉这两人太实在了啊！这人装逼失败了，他必须点就是这装逼失败了，让着我也得装个逼失败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啊？这俩人感觉就肯定是有激情，肯定是啊。当然可以看到呢，刚才这个其实何时也不是装逼啊，何时只是装逼失败了。他为什么要加那个招呢？他为了打晕重手前金手啊！这招呢，我曾经解说过啊，就是说非常的稳嘛，就是啊。就是这沈阳有一个人，咱看跳 C， 然后呢前线 AB 闪身，打这个千鹤跟克里斯的时候呢啊，八神的 AB 闪身抓萧峰这招特别好使。虽然说也有招克就是下轻腿，但是一般来讲呢，这个你像这个克里斯啊都是出下重手，然后千鹤出下轻手，这就不好了。好了，抓过来重手接葵花三式，直接敲成晕点的状态，打一下一杆儿。哎呀，没接上啊！刚才那个小葵花一点呢，小葵花的第一点是不算这个重攻击的啊，所以说刚才是没有打晕。这一局1v3，何池打的沙楞的啊，非常的这个不墨迹。当然，事实上我觉得假冒就是纯的，就是假冒就纯的被这个对方的装逼这个自己反装逼失败给坑了啊。然后呢，假冒就是这个何池唱了这么一首歌啊，就是你伤害了我，还装逼而过，你爱的灿烂，我爱的懦弱，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啊？就但凡碰到这种视频，我忍不住总想唱歌，你说这药都不能停了都啊！来看看踢过来，连续的往前蹭。何池，你看啊，他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啊，三点水，水非常多。何池就不是一个女生，要是个女生啊，你就看他那个大厚嘴唇子啊，肯定是就性欲非常高。好了，抓过来，这回没装逼，重手接八之女。也许可能大概是然而未必不见得的这一局，好像假冒被人打成了一个 perfect 啊，所以说这一局应该正常，我觉得呢，一般人很少能打得过何池的千鹤。何池啊，他面对自己能打得过的人，他只需要上2个主力就妥了。比如说这个千鹤和八神啊，括弧也得看一定的发挥，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好的，假冒是抓住了一个空中的机会，打了一个8连。这招呢，就仅限于自己没有气儿的时候。不过我个人建议还是接打击头比较稍微合适一点。好了，前天跳 C， 前天煞地，这个战青野轻手直接接8之女，这一下子啊爆发非常足。AB 闪身起身再抓萧峰，顶过来重手接齐月音。你可以看到啊，我觉得这个何池玩的非常的秀啊。他打假冒的时候呢，他不一定稳赢假冒，但是呢，他打这个假就是我的一局就10比0不能稳赢啊。但是他打假冒的时候，他可以秀，他秀的这个赢的几率也很大。假冒呢也是醉了啊，也是一个非常墨守成规的这么一个玩家啊，坚持自己的这一套。好啦，这一个 CD 没顶着，落地 C 头，前跳 C。下重手防空，加射这个好了，直接一个超远距离的前还有前手跑抓，起身前哇，这是吸尘气势，他来要，咱也不知道说的啥啊，白头翁，看一下这个起身必杀，蹲起前，这个必杀很简单啊，这个气压射呢，这个反正呢都是必杀，但是正呢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被秒了啊。正手呢，他有的时候你摇不好呢，很可能会摇出一个蓄力啊，就是那个大招啊，就是那一招呢，个人觉得还是微嘚儿啊。好了，看一下现在比分是3比0，应该说这3局，何池是2局啊，后2局都是8神的这个功劳。那么假冒呢，面对对方强力8神呢，看看假冒应该怎么恢复啊？这样的话，咱们还是要给假冒加个油吧啊。好了，看一下茂哥这一局的8神开局发波，这是学无智慧的这个波声，哎呦，这是老 K 抓呀啊！前掏裆手，下臂感觉好像压制起来呢，这个假冒不是很自信啊，他就真的是压制，莫名其妙懵了。好了，抓过来，直接重手接8之女，回身一扣，好了，起身再发一个波，前连续的跳 C 空中再抢，落地直接一个大升龙。好了，看看这个人觉得吧啊，这个何池的这个8神啊，确实有点恶心啊。他这个8神呢太溜了，就是特别灵活啊，尤其是那种碰见反应速度比自己低很多的人，他可以随便玩啊。好了，直接葵花3式过来，前轻攻接，下 A 下 B 直接站 C， 好的再跳 C 葵花3式，何池继续保持着自己8神的变态之处啊。好了，重攻击落地下盘3点打击头，直接反摇前手的大神必杀，应该是要 KO 了。这个招呢被誉为
被誉为啊，这招是被誉为整个这个拳皇赛场当中最这个应该说打血最方便啊，最成功几率最高的一个招式。好了，飞身过来，落地，下着手助词，连续的往前跟啊。好的，助词再往前顶，往后拉，最后一点血。好的，下手助词往前再顶，克里斯漂亮，下重手落地接上了打击逃逸啊，然后呢肯定是要接必杀了，接必杀呢可以前压一下，或者是用飞行道具来控制，可是连续2次飞行道具呢还是有点微微有点嘚儿的啊。好了，那么这一局还算不错，加设呢翻盘的几率还很高吧，因为千鹤呢对方是没多少气儿，这个不是没多少气儿啊，没多少血。好了，3个气呢非常的嚣张。AB 闪身过来抓了一个指令头，再反摇 A 压起身，托马斯应该是再拖一下啊，但是他选择了轻攻击防空或者抓。他摇这个轻攻击的时候呢，应该都是在正摇头的。连续的轻手摸，这个轻手呢压角落非常厉害，但是这么打的话可能稍微差一点。连续的助词飞身再刚，要打破防的节奏，前跳 C， 下着手，你看这肯定是要破，你这个逼装的，你瞅瞅啊！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角落里一个跳 CD， 下手助词，然后呢在扣倒之后，他为什么一个跳 D， 然后再马上一个跳 C， 然后下轻手直接下重手？很多人说下轻手打破防，下重手为什么能中？这么跟你讲啊，破防呢，你用轻攻击破防。你用轻攻击破防，这个正常轻攻击是接不上重攻击的啊，就是很少有，就是千鹤啊，尤其是千鹤。但是为什么他破防之后能接上呢？就是破防呢算的是重攻击的破防，所以说呢能接上这个下重手，这招很恶心啊，这招很赖的。来看现在4比0，河池基本上都没有用到猴子。来看这一局，河池继续的往前压，而且还偏不放一个 CD。这种情况下应该是落地站重手接抓啊，才是最合适的。破防重手前手，再跟葵花直接打晕。哎呀，假冒！哎呦我去！茂哥，你控制啊！哎呦我去！你都连输4局了，还跟我搁这拖延时间啊！我觉得好了，没有气儿，直接跳地。咱们看这个骗 CD 呢，假冒的确实抓住了河池一个这个应该说一个软的地方，而且打破防。但很可惜的是这个。咱不知道茂哥为什么要装一下啊？咱就是这个明显可以2次把对方打死。好的，跳 C 抓过来，鬼步动手接一手，葵花3式1点晕，但是这样的话就没有晕点了。直接压起身的话，直接抓呢是没有晕点的。如果要是加一个站轻腿的话，没准还有啊。1v3的局面，假冒我只能说，茂哥你控制呀，你手怎么那么严呢啊？你这来看看气压射。好了，空中一抢，落地萧风一抓，给回来重手接小菊花，然后呢起身再压，起身再压，轻手远距离，漂亮，直接一个前跑抓对方下重手，这个下重手有一定防空或者是刚 CD 的意思啊。前跳 C， 但是好像是一个安全压制，落地想要抓，对方呢是反抓了个必杀，走过来站重腿跟正摇 C。其实抓的话，用轻手抓也是可以的啊。可是你可以看到，好像这一局翻盘的几率好像几乎等于没有啊。怎么办？这一局前跳 C， 好啦，直接一个正摇，起身前下臂，后跳地再刚，下射已经拼了啊！托马斯直接再来，跳 C 重腿，直接抓必杀。好的，这真的是有翻盘的机会啊！咱们看这一个满血的千鹤，这是一个小3招，然后呢前下臂回身一刚，这是刚刚长出一个气。托马斯骗升龙，这个我觉得他骗升龙呢还是有点假啊，他并不是想骗，他真是想下重腿。好的，托马斯空中跳 C 压对方这个起飞，哎，你还真别说啊，他这个猴子好像真打这个假冒不太好使，要翻盘重腿再追。好的，空中跳 CD， 空防一下落地直接必杀。荷老二明明是一个可以5比0的这么一个优势啊，最后居然是让假冒翻盘，这就是假冒高手的这个特点。他的气压射呢就在这儿啊，确实是让人有点觉得就是真厉害，真厉害，粘的你受不了，就是你起身还是起跳，我都跟着你走，让你完全找不到这个机会。这样的话，看看2个8神，前跳 C 过来落地一个掏，河池这一局看一下怎么办。
因为刚刚被对方打了一个强势翻盘，所以说何老二呢，这局还是把神玩的很惯啊。下臂战臂小葵花，空中抢空，假冒打了一个后手，但是落地的时候被对方抓住一个机会，这的话一个必杀应该是秒杀掉一丝血，起身一个波，然后前伸狗。如果闪身呢，就是前偷裆手，都一样啊。基本上如果要是防不住的话呢，那肯定是要死的。但是据说呢，还有一个招就是克拉克的一开局大影跳啊，就是一起身大影跳，好像据说也可以。来看啊，这死了，反摇前手的必杀，一丝血。这么一说，有时候这个血量咱看不明白啊。反摇最后一丝小 CD， 再反摇一魔，回身一个 C 头，咱看这个 C 头最帅了啊 ！C 头呢蹬完之后呢，往后一飞，然后露出肩膀头子啊，手里拎俩玻璃球子，可满地检验头子。就这个克里斯啊，看看这一局好像两人差不多。他比战臂直接反摇前跳过来，下盘2点，直接一个布阵。布完之后呢，咱们看看现在好像25点起身打晕，哎呀，真配合呀！哥哥，我觉得何池也是懵逼了啊。好的，又送了一个必杀，两个人玩的很莫名其妙，但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好像是何老二装逼失败啊。先跳 CD。落地回身下手助死，起身的时候假冒呢是不知道假冒是以为晕了还是怎么样，而何池呢这个把人打晕，就是没把人打晕，然后点了个 CD， 然后起身的时候对方晕了，然后打一下下重腿，我都不知道他俩怎么想的啊，真的是这个这玩意儿子非鱼啊，怎么说呢？哎呦，直接一个反摇撸的抓过来，这个名起的啊。姓七侠，名字叫射，然后呢练一个招叫撸的。好的，这个我知道你是撸的啊。咱们可以看到现在4比1之后呢，又是一个翻盘局。不过我觉得何老二你这个猴子是卖萌的啊，你这猴子绝对是卖萌中年轻小快小伙。猴子传说中是藏边无丑的兄弟啊，回身一抓，来咱看现在起身，托马斯在压。下轻手站漂亮，下轻手晃对方的蹲防，然后站重腿接必杀，反跳回身前跳 C， 原地起跳再正摇 C。好了，何池这个猴子是逗逼啊！我怀疑何池这个猴子有没有2线顶尖啊？应该只有一个2线吧啊！这个咱实话说，猴子很多人就说你，包括你比如说老 K、灰灰什么何池。你就这种人玩猴子吧啊！我都跟你们讲啊，就是你们别不信，就是他们再厉害，他们玩猴子也不行。这个猴子呢，这你必须得有一定的基本功，就真的有基本功啊！你没有基本功，你想短时间速成，你想2、3个月速成都不能，你最起码得有2、3年。这不是说我好像小马你这人吹牛，我就不相信。这个基本上吧啊，我觉得啊，就是你练基本功，当然不是说光练飞行的这个路线和这个手法，你练基本功就是对抗每一个人、每一种打法的人都有这个镶边的这个路线。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啊！他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都可以改变你对于猴子理解啊！好了，4比2之后呢，看看假冒呢又一次的翻盘，而且这一次霸神还不错，抓住了一个前跑抓的机会，前跳落地还想抓，就是有点太这个不把这个何老二放在眼里了。你可以看到何老二落地抓这个萧峰，他完全就是这个已经猜到对方要做什么，而且还装个逼啊，重手接上一个生人。好了，看看轻腿抓过来，回身重攻击抓这个8智女 ，AB 闪身，这漂亮，个毛啊漂亮！哎呦，何老二啊！我疼着你，我护着你，我怎么到现在我连一句实话都没有啊？你能不能别装逼啊？你这个。真是醉了啊！这个我感觉他俩应该是有点卡，这个大家伙可能这个觉得好像小狼他俩是不是有点卡？这应该是有点卡，因为你别看他俩一个广西一个贵州，看似好像很近，但是他俩好像走的不是一个这个中国主干服务器，好像这个有点怪怪的啊。看一下最后一丝血，下臂直接前跳再下臂，好了，选择了一个后跳打蹲防。正常如果在下臂的话呢，可能一般人选择蹲防啊，所以说他选择了一个后跳臂打蹲防，非常的聪明。这局又是假冒高手的翻盘局，已经是连翻2局，这一局开局让人摸，啥也不用说，就是一个摸啊 ，AB 闪身再摸。好了，前轻攻击下盘起手一骗，哎呦，这个 CD 骗的还很有意思。后来之后呢，再看看怎么找前重腿接一个，而且的咕噜咕噜的。
好了，落地前跳逆向回身重腿，但是对方起身抓了一个 C 头。好了，直接一个正摇地，打了一个跑头过来，前行下重手取消出反摇。应该说给河池耍逼了啊！就跟我说一句实话，就是贺老二现在当时贺老二就懵逼了啊！好了，上了一个 Mary。玛丽这个人呢，我个人觉得贺老二呢比较怕这个人。哎呀，但我们说过啊，这个怕不怕已经无所谓了啊，直接就是这个我想说啥？我想说他怕这个人，所以说他想练一练这个人，发现这个人跟没练似的。你瞅瞅这七家社呀，咱们可以看，这是一个超必杀。一下子呢就是50%多的血量，原地跳 C 重腿啊，真疼啊啊！贺老二你疼不疼啊？我咋不疼呢？那疼你不反抗啊？我咋不反抗呢？完了我就推他啊！他说你这脸咋这么黄呢？我说叫你给我嘎的，我说让你给我嘎的啊！来看现在的何时跟假冒。原地起跳被升龙打回去，下线手之后接葵花，这一局可以看到2个8神跳过来，直接一抓我，重手再跟葵花3式打晕。贺老二终于站不住，你看又装逼，哎呦我！也就得亏你装圆了啊！你要装不圆了，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鸡，然后你就去打飞机呀，咿呀咿的哟。好了，看一下现在直接下巴，哎呦！抓过来之后呢，前跳过来，重手前手接波，然后再往前打。你可以看到，好像假冒现在已然懵逼了。前跳过来，回身重手，葵花一点再跟，下手手前伸手接葵花下盘一根，前跳 C 重手，再葵花3式一屌，原地起跳 C。哎，这个前倾腿微微有点逗了。来看现在这种情况，面对七家社，假设作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吧啊，因为我个人觉得呢，他的这个白头啊，特别配合这种玩法啊，非常恶心，感觉这个人老谋深算。可是呢，连续的翻了3局牌，但是这一局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好了，跳跃攻击，然后前抓这个劈杀，还是有机会。前跳地逆向，哎呀，可是这个重腿，你看看完了，这何老二啊，你别哭啊，你是一只老母。不是啊，那个咱们要维权啊，咱们要这个维权啊，你懂的啊。来看现在的这边的千鹤，托马斯过来，今天下盘祝词跟飞身，暴气前跳 C 再找机会。因为这一局的话，你可以看到啊，毕竟啊，你也翻那么多盘了，这一局上大门打七家社，严格来讲也不能说好打，但是也不能说难打，因为大门这个人呢非常变态。好了，跳地直接踢死，这一局基本上是什么呢？七家社并没有打出网发，而且连贴身的这个机会都没有啊，这个一毛钱都不给我啊，最终呢被踢死。两个人刚刚的把比分拉近，但是这一局呢又是给拖开，成了这个5-3。5-3的话呢，其实何老二他这个心理啊还是有一定改变的，很正常啊。你想想，你如果你老选猴子被秒，选那个玛丽啥也不是，那你肯定得选一个准主力不是啊，得选一个准主力。好了，这一局压制过来，葵花3式一屌，然后前跳跃攻击，轻攻击前前跑抓，但是被波打中。假冒这一局好的，真是忍住，直接回身前跑抓。瞬间就是把自己，哎呀，你看他压制起来没有自信啊！前跳落地再抓，大哥你直接咬一个必杀能憋死你不？能憋死你不啊？抓过来，哎，对你早干啥了？可苦呢，小伙儿，真的是啊！给你起个名叫沈阳小伙儿，火哥啊，真是醉了你都。来看 Chris。克里斯这个人呢，其实假冒吧，用这个人打呢，就是其实他排在8神后面呢，严格来讲也算不错。哎呀，鬼骁，何池为了把对方堵进角落啊，无所用而不其极呀，你懂的。好了，可以看到落地无所用不其极是什么鬼？前跳 CD 再打一丝血，落地下滑，回身下臂跳过来被抓，直接重手接上了一个8个小女孩，然后回身起身压一个波。一丝血，前小葵花，哎，没想到假冒的居然连一颗气儿都可以浪费。其实这个气儿呢，假冒的严格来，如果3颗气的话就一定要浪费，但如果是2颗气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分情况的啊，分情况。那如果能抓住机会的话，固然是好事。好了，跳 CD，
前跳 CD 过来，前下反，左右一回身，前跳力看战清水之后呢再往前跟。可以看到克里斯好像现在完全没有把对方千鹤的判定放在眼里，直接反摇被扣单一丝血，跳 CD 卡空。你看看打金漆好难，下重手前轻手再跳逆向，腿腕一伸直接，哎呀，这个必杀我完全没看明白的说啊，横的他才捏路。反正这个日语我不太会，我就是在那个某些这个2、3个的人就拍的电影里面啊，可以学到一些这个词组啊，一些短语什么之类的。AB 闪身则逆向站定，回身被下重手接助词，好的助词再下扣，前助词打回来，连续的拼下射被堵进角落里一顿狂轰滥炸，完全不给机会的节奏。前期好的又是抓这个最后真身，可以看到啊，下射这个指定头必杀真的是非常的变态，已经是变态的要死了啊！咱们再看一下慢镜头，前，你看那个影子都已经出手了啊，都已经抬手了，不好使的大朋友啊！就我们这些善良的人对你提高警惕了，你还会神吗？好了，当然这局还真的会赢了，我操！我勒个擦，抱拳了哥啊！这一下前原地起跳，哎，绝对是波风水门的啊！这真是防倒无他啊，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我操这，明显和老二在慢镜头的时候显示啊，他落地的时候明显是想要刚 CD， 但是这个人嘛啊，太冲动了也不好，5比4，两个人打成了这个比分再次拉近，感觉假冒好像中期爆发非常足啊。好了，看看这边3个人直接葵花30。应该说刚上来啊，两个人都有3个人的时候呢，八神呢，其实他俩打的话，我觉得八神好像对何老二来说非常重要，对于假冒来说也就那么回事儿啊，打得好也就是将8是个平手。好了，看一下回身一高，然后前跳地跳重手被打回来，前轻者空中一抢，再前跳 C 被掏，远距离直接腿把，我了个去啊！回身3根跳过来，5比4之后呢，咱们看看。这种情况下啊，我总觉得呢，就是假冒的8神不行，他没办法。你说这3个人你选谁？选8神总比选这个虾米好，对不对啊？总比选这个虾米好。如果说再选一些其他人的话，也不配合这个人，要不就选龙二。但是我觉得假冒高手还是用8神嘛。好了，刚才看一下克里斯是打了一个小爆发，但是这一局两个人会呢算是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千鹤呢是稍微占一点气儿方面的优势，下盘2点没有接前轻手。然后再前轻手反摇打过来，下盘起手再跟远距离下盘，哎呀，下轻手没打中，回身跳 CD 打影子，轻手挥空再打气功，下手助词直接飞身前下盘再少。好了，看看再怎么办，下盘2点再跟必杀，这样克里斯好像真的也许可能大概，然而未必不见得的。没有翻盘，我感觉克里斯假冒吧，有的时候克里斯非常的爆发，有的时候呢这个加射非常爆，但是这一次我发现克里斯对于这个核实的威胁是基本上属于就是比较小，就是你打出爆发也就1次2次，一局呢你有1次2次还能消不强，你有1次爆发还没什么太大用处啊。好了，助词过来，前跳 C 回身一高，前朝天脚防空前跳 C 再破招。可是两个人都没有再进行把握，跳 C 轻手一摸下轻手2点3点。如果刚才这种情况下，其实摇这个下轻手直接跟正摇手也可以打中，但是呢假冒玩的更阴险一些，3个下轻手接战轻手，这是能接上的啊。5比4，看看大门连续的前跳 C， 大门在找机会，哎呦直接抓过来，看大门前跳地原地起跳被摸。假冒还真的是还有翻盘的机会啊！回身一刚鬼步，哎呦，这个鬼步看起来好恶心人哦。好的，直接一个前跳 C 过来，这边头上浮朝天椒前，哎呦，这个前被跳地打中了一个正摇手，在轻攻击2点 AB 闪身后跳 C， 一丝血回身前，原地那个塔莱腰，哎呀，这一下没谁了啊！这一下5比5，假冒这个，你这是什么完了啊？这大门这都是小门啊，这是啊，这是西门庆那个门，这是太嘚儿了啊！我只能说泰森的弟弟。好了，看看2个8神，
卡帽又是被堵进角落啊！好了，角落里一顿再打，这样的话假帽一直出不来啊！这个假帽一直在就真出不来这种事。哎呀，出来了，抓过来，怼过来之后，你看看何老二又是，我感觉是卡啊！这个落地再掏，回身一刚，左右过来，挥发2式。一个堵进脚，哎呀，这个鬼步醉了啊！葵花3式再跳地轻手2点，往后拉前跳 C， 但是被抓住了一个下方3点的机会。这么跟你们讲嘛，一个出不来的人，作为一个男人出不来这个事儿啊，就是真的是梦寐以求的技能啊，真的是这个除了男人最要求的，除了这个增大增大增粗之外啊，还有就是不出来啊，想什么时候出来就什么时候出来，这才是真男人啊！来看现在5比5之后，这边的千鹤戴着一个白色的头套啊。好了，回身一刚，连续的前跳，这边的千鹤。好了，这一个跳逆向千鹤都防得住啊！贺老二也是防御没谁，下中口助词，眼睛的助词再下扣，原地起跳 CD 卡空。很多人老问啊，卡空是什么意思？卡空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出的招让你明白的，但是我让你就是你想跳你也跳不了，你一点招就你这种包括卡空或者说卡你起出招，就你只能有一个招就是防的，没有别的招啊，没有别的招。包括你闪身也不行，他那个跳 CD 你闪身回身，他也是他打你，也是他打你啊。来看现在千鹤助词过来重攻击，好了，托马斯轻攻击2点，前我去这么老远，其他射真远啊，射的真远，是不是啊？下去有挥空，但是这一下没有抓住咕噜币的机会，漂亮，又是一个前接必杀。这局何池选的人很有意思啊，他选了一个红丸，我不得不承认啊，贺老二这人很聪明啊。他选红丸有什么好处呢？就红丸这个人嘛，他不怕跳抓啊，不是他不怕跳跃攻击接抓，也就是说呢，他可以防住跳抓，然后你跳跃攻击打我的话呢，你抓不住我啊，那这一下真疼啊！这一下是真疼。咱们何时呢很会抓机会，前到后来被摸托马斯，然后切防。他切防躲过这个反摇，然后前直接一个超必杀，这个雷公拳一下子就是让这个假冒高手啊瞬间就变成美貌高手了啊，没谁了。好了，看看现在6比5，这种情况下，前重攻击接葵花1点，绕过来回身 C 头，远距离再找机会。升龙卡1点，这局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算是比较低调吧啊，我觉得。假冒一直防着，绕过来一贴，然后再次的缩到角落里，前到 C 落地想要抓，回身地上再打刚 CD， 下一手葵花1点，他这个葵花如果不出的话，可以落地打下盘2点下盘3点进葵花啊，跳地一下原地起跳，下臂站 A， 哎呀，这个裸杀，这个裸杀也是没谁了啊。好了，看看 Prince 一个直接的，好了，看看就打了一个站 C 跳 CD，何池的意思是打死了啊。这个何池还是怎么说呢啊？自己知道裸杀，但是我个人觉得吧，有时候裸杀是真没招。你像八神有时候摇葵花1点摇出来，摇了2点，然后反手一下子就血淋淋的这个啊，跳过来前跳 C 下盘落地下盘3点。这一下子就变成了残血，收回1点，落地升龙，骗闪身，下臂站臂。刚才这种情况下，刚 CD 然后打一个飞行高距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没打，然后看看这边6比5之后这一局，假冒还是有点吃亏。克里斯如果打红丸的话，红丸不一定占便宜，因为这个红丸好的开局前直接钻裆，这一下就是大半管血，你看一下啊，这个血量，这就是一招的血量。如果是一个跳重腿逆向，对吧？跳重腿逆向，这个爆气的情况下啊，跳重腿逆向下轻腿下轻手前轻手接打击头，然后呢往前蹭一步接这个正手的逆杀，就是那个人体骚包恨。你想想多少钱？你想一想啊。
多恐怖啊！你懂的啊，太恐怖了。来看看西亚社，前沿下臂站臂远距离过来，站 C 的卡空，远距离切防，哎，这个轻手打不着人。然后呢，在前沿往前摸，忍一下再刚，前支点一股，刚 CD 还不是硬刚的啊，6比5，哎呦，这俩人真的是步步惊心。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啊，河池好像，他并不能用自己的人物来克制对方加射，好像也就是我觉得河池就是不会用大猪啊，如果用大猪的话，那早就直接一个大锤啊，震天大锤陈国汉啊，那不用想了。Round 1。好了，看看这边下轻手葵花3点跟上，拉过来，这跳跃攻击，直接敲晕啊，直接给敲晕了，这都没谁了啊。好了，看看这种情况下6比6，正常来讲呢，对于我们来说啊，是一个非常好尴尬呀的数字啊。好了，这是开局抓了一个机会，要接下重手了，选择了接跳跃攻击，这种方法好的还直接治晕了，果然是很有治晕能力的一个人。克里斯跳臂下盘3点，很厉害啊！这种招式呢，在一场比赛当中不多见，很少能用这个克里斯把人打晕啊，表克除外啊，但是表克呢又没有人选，前跳过来跳地下盘2点。回身投技被拆，远距离腿把一下，再打一个腿把，好的，延续的往前跳啊，但是直接被升龙打中，下盘2点，再顶门一针，但直接送给对方一个机会。而你看这伤害，咱们看呀，现在应该是还剩下这个4/7的血量吧？啊，你就死了啊！不是5/3的血量。好了，轻轻一个抓，扣过来一臂闪身，逆向踢下臂腿把。他直接堵对方的这个钢 CD 所打的一个跳重腿，逆向回身，再一个来 DK， 然后再前跳跃 C 攻击，腿把再打，就是利用攻击距离。这局克里斯好像碰到了一个硬人，刚才说碰到一个硬茬子，但是前轻手的时候有点这个犹豫。前跳跃攻击下盘，再回身一个反摇，下盘3点，终于再次的给了一个机会。接必杀是没跑的，一下子就是扭转了整个的局面。回身下臂挥空，前轻手落地再刚，前跳跃卡空，再被打回来。看看红丸腿把之后呢，再找机会。2个人拼腿把，但是克里斯还是技高一筹，最终呢是把对方打懵逼了啊。好了，看看6比7，假冒居然是反超对手比分，我也是醉了啊！真的是没法说这个事儿。来看看2个8神，看看空中一响，下臂站 A， 远距离再找这个机会，葵花1点，他老手再找，感觉这个假冒的8神进攻就有点差那么点意思啊，绝对是差距有点大。好了，回身一掏，重手接大葵花30直接打晕，百合折一勾重前手，你敢不敢？你敢不敢学王庄？这个百合折轻手前进手，然后接这个葵花30，好，对吧？好恶心的啊，这种人啊。好了，看看现在克里斯2发。其实刚才克里斯发挥的还真不错啊！完了，人不能发了，前跳跃轻攻击，再前跳 C 轻攻击，8神攻防，河池的进攻也触着防守啊。其实跟这个包王学会了之后啊，都是好事啊。前跳 C 落地一个抓，重手再跟他这个重手吧，可以理解，他并不是装逼啊，他这个重手是可以的，可能还是因为卡，因为他抓过来之后呢。像克里斯、草地精、像真物啊、小草莓呀、大蛇呀，像这种类型的人都可以走过来的时候接一个站重手，然后接葵花。他这一点呢，这个可能是还是因为这个速度没掌握好，最终懵逼了啊。好了，看看这一局还是1v3的局面，但是碰见这个瞎射还是微微有点懵逼。反跑一下，下新手挥空，哎呀，好漂亮啊！反跑下新手挥空，前跑抓，连续受 C， 8神已然就是真的是醉了啊！真的是醉了，别扯了，感觉河池就是有点瞎射恐惧症，
有一点儿啊。好了，回身一扣，前跳 C， 再我了个擦！悟空如意棒，好了，这一下完了，2点重攻击，3点，好了，跳 C 要晕。哎呀，已经无所了啊，已经无所谓了啊。可以看到这个切防躲对方反摇手呢，何池还是非常聪明啊。这何池其实玩游戏他动脑子，你知道吧？他真的是就是真的是动脑子啊，开发智力。这个自从吃了聪明得乐，你看何老二还250吗？啊，这个250啊，这个也是没谁了。好了，2个人过上了情人节，77。也是前2天刚过完这个918啊，这个918呢是应该说918事变啊，是日军侵华的这个事变啊。咱们抗战是8年的，侵华的话可就不是8年了啊，31年啊，你想想啊，这个，当然77事变啊，你们懂的啊，这个玩意这个意思啊。好了，看看空中一响，汤当手接抓前倾手。很多人说77和卢沟桥有什么区别？有区别啊！就这个意思。好了，空中一跳，回身抓过来。这一局可以看到，明显假冒还是咋说呢？假冒还是有点失误，2个人都有失误。好了，看看这一局，八神又赢了。我为什么要说又呢？啊，何老二也八神很霸道啊！回身一杠，前跳过来，下重手。这个要接下重手了，血是最多的。克里斯这个下重手很变态啊，我就理解不了他下重手为什么这么多血？为什么啊？这个反正你是谁为了谁，你是山东大李逵。好了，落地下盘逆杠，前逆向3点。哎呦，假冒的克里斯又立功了，打一个10点爆发鬼步。哎呀，我这个亲娘嘞啊！你这是弄啥嘞啊？你要怎样了啊？你要不要这样？好恶心的！来看现在7比7，你怎么这样跟人家讲了？7比7之后，你可以看到啊，这个莫名其妙啊，假冒高手刚才那个鬼步就是明显装逼成分过于严重啊，牛逼与事实不符，就这种感觉。AB 闪身想要抓，但是对方是真身 AB 闪身再被打完了，没有气儿喽。闪身过来，下手助死，飞身1点，1丝血，直接刚都刚死了啊！好的，8比7，非常的威武霸气啊！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是假冒啊，可能如果何老二一认真起来啊，这确实打起来有点费劲。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啊，事实这么个事实啊。来看假冒的这次，哎呦，换了一个用地键选的2个人物。这个颜色有没有区别啊？或者是颜色有没有问题？咱谁也不知道啊。抓过来，滚过来重手接葵花3式，然后再在前跳 C 抓过了要晕。假冒这个八神，这个八神是个事儿啊。其实假冒我跟你们讲啊，如果要是那个夏尔米，假设那个夏尔米就是有表夏尔米的指令头。有李夏尔米的那个招式啊，就是那个吹泡泡什么的一光拳，有这些东西啊，那假冒高手没准能狠啊，没准能狠，而且那个人物也变得非常牛。踢起来，你这个波我都没看明白啊。好了，下重手防空，前跳地过来，再前跳地下盘2点，直接被葵花3式灌中，百步折打小跳，然后原地起跳过来一勾，但对方并没有中招。前跳飞过来逆向，这个战 A 很郁闷啊，战 A 打得很近，如果打远的话可以直接接必杀。暴气，哎呦，这个暴气抓过来，重手接上了一个大必杀，瞬间就是给假冒给切了啊！这个应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暴气，我也没看明白，他这个暴气就是有点吓唬人的节奏啊，就是举个例子吧啊，这个暴气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就是黄飞鸿，就是打你的时候，黄飞鸿先给你练一套那个形意拳，然后那个红拳啥的啊，然后再给你摆个把式，然后你再打。好了，这个百合折勾中了对方真身啊，不是这个影子啊，不是影子，不是真身影子，勾到对方这个身位啊，然后再抓住一个必杀，加设。就是反正就是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啊，只能说死得好惨。9比7也是咱们这款游戏的名称。当然，现在这场比赛假冒已经是微微有点懵逼了啊。好了，看看现在八神选择把7加射放到第2位，第1位啊，
首发呀，先射模式啊，先射。第一点，第三点，反身逆向前跑拖挡手，这是一个菊花掏，回身一个正摇抓，前跳地鬼步，空中一抢再反摇，好的，这是一假冒，你别说啊，小伙子还真有点反应。正腿失误被大挥发打中，起身一个波，前跳落地想要抓，八神一颗气蹦身，前跳打逆向，落地回身抓过来重手8.5，这个可不能再吝啬了啊！起身前勾跳轻手，想多了哥啊，爆血了哥，好了你又想多了啊！你这都是What's this？ 你都是啊！来看看现在呢是千鹤。哎呀，这个闪身没闪明白。好了，看看气压射，看看气压射嗝屁了之后，翻盘能力，我觉得你要用8神排到最后，人家是大门的话，我觉得真人家是那个红丸的话，我觉得假冒人真不好打。落地想要抓打击头，声音都出来了，可是速度没有对方的重攻击快。前进手反摇往后拉，再逆向下半2点，直接一个正腿的必杀，死了，1丝血，直接前跳 CD。其实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下着手助死，然后再晃一下，已经剩1丝血了啊，磨2下就可以磨死。来看看这个8神，开局助死直接被抓，回过来重手接大挥发3式起身压一个波的不可防御，但是好像千鹤你看又开始装逼了，反跑跳 CD 一表，下起手虚晃腿把。小老二这个人总是能给大家伙带来一些莫名其妙的招式。你这个反跑就是我感觉就是除了装逼就没什么好说，就是太过于明显，太过于明显。就何老二属于什么样的人？到饭店啊点菜，服务员给我来碗麻辣烫啊，要6块钱的啊。来完之后8选1万，不用找了啊，就那种感觉太过于明显了。好了，直接我去这一下好疼啊！跳地，下一手葵花没事儿打你大姑妈，一个波8神1丝血，翻盘的机会几乎等于没有。对吧？何时开始装逼了？何时才能不装逼啊？直接被一个站住腿直接踢死，很可惜啊！最终呢，我们茂哥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输了。其实呢啊，我跟茂哥没仇啊，主要是呢，我觉得吧啊，茂哥呢打菜鸟的视频，咱们可能很多人也不愿意看，但是打高手的视频呢，你可以看到他并非没有自己的特点，而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啊，觉得自己身体上的状况的改变，觉得自己可能是有点老了，对吧？再加上呢，这可能自己人物还也就这么回事儿啊，让人摸准了套路之后呢，还是不行啊，还是不行啊。而最后呢，也是送给大家伙一首歌，路上啊，也就是没法说这个事儿啊。小狼最近呢也是啊，准备这个奔向新生命啊。最近呢也是想要好好的改一下版。在游戏的这个旅途上呢啊，我是永远不会扔，但是不代表呢我其他的项目都会做。说了很多次，好像大家伙都说小狼都等着你电影啊，等着你其他的东西在做。可是你不出视频，你能赖着我们吗？在这里呢，我也是跟大家伙承诺啊，一定要大家伙可以监督我一下，我一定要好好的把握现在的这个嗓子啊。如果说再浪费自己嗓子，或者说再怎么样的话，我就诅咒自己啊，被这个最漂亮的女人夜夜沦陷，直到体无完肤，摇摇欲坠，直到空乏其身，心乎乱其所为啊，这种感觉啊，这个事好像感觉好像对我有意呢，怎么是不是啊？好了，最终呢，小狼也是解说完这场比赛。那么过一阵呢，小狼的一个电影解说赌王啊，就是不能说赌王啊，就是一个关于那些年我们看过的赌片电影啊，是麻将片就要做出来了，希望大家伙呢能够来支持一下，咱们下期啊这个再见。门前的火车站仿佛还在记忆中冥想，我们都已长大，不再拥有童年的幻想，时常独自感伤，时常问喜欢。这里有最经典的麻将电影，这里是最全最犀利的麻将教学，麻将大师秘传制胜绝技，天马行空的表演，洗牌、偷牌、藏牌、换牌、刻意功能、
超出常人的记忆能力，不可思议的出千手段，尽在小狼看电影。那些年我们看过的赌片之麻将篇。